這場仗打下以後，反而讓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完全落入伊朗的手中。這邊原來是屬於國際海域，大家都可以通行的。伊朗這次他開了這個先例之後，大家都有樣學樣，大家都收錢。那對全世界來講事實上會造成國際秩序，由於是金融、能源秩序的一场大混亂。這個航路都是很靠近這個伊朗的本土，也就是說，伊朗自己本身可以隨時要對你這個油輪，如果檢查沒有通過的話，這個不符合它的規定，或者是說你想說暗闖，他在路上就可以對你發動攻擊。以色列嘲笑川普是膽小鬼尤其納坦雅胡還嗆說沒有停火這一回事，休想停火。川普是全輸了嗎？打不贏，現在伊朗還要規定在荷姆茲海峽要付費，讓海灣國家的人痛批川普到底在搞些什麼事。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這個美伊戰爭的這一場戰火，川普他現在看起來是勸不動所有的人，不管是伊朗完全不受他的威脅，再来就是他的盟友叫他進攻，這些盟友也不動作，甚至連以色列是不是都不把川普的話當成一回事了呢？好，我們来看到的是這個川普为了怕美伊的停火會破局，他已經要求了說，納坦雅胡他不是在9號的時候攻擊黎巴嫩嗎？他要求納坦雅胡你在軍事行動上面要低調一點。那接下來納坦雅胡怎麼反應呢？他完全看起來是不給川普任何面子的，拒絕停火。他雖然說好了，我會跟黎巴嫩談，但是確實到現在還是持續的邊做攻擊。也就是說，納坦雅胡現在做的事情就是邊打邊談。川普要他低調，他完全沒有低調。好，再來持續看到的是更尷尬的事情，是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直接在這個社群上面發文，還敢嗆川普，說川普你看起來像一隻鴨子。自嘲他是個膽小鬼可見呢，我們看到這些官員對於這個美國是完全的不放在眼裡的。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張將軍了，為何以色列他拒絕聽川普的停火要求？難道以色列也認為川普會塌口，所以現在強硬起來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以色列考慮到3個因素，第一個就是說黎南地區他想要加沙化，把這個黎巴嫩南部地區以色列把它占下來，然後變成緩衝區。然後可能將來屯墾移民，將來會不會佔領類似在葛蘭高地一樣？因為葛蘭高地1800平方公里就是以色列這樣子從敘利亞撈過來了，那是不是也要複製這個葛蘭高地，複製加沙走廊，這樣先佔屯墾移民，然後佔領？因為以色列它國土面積非常小，22000平方公里，大概就台灣的2/3，所以他要的是這個生存的反生的供應。他佔下來了，你叫他停火，現在要叫他還回去嗎？所以我認為第一個因素，他現在作戰節奏，以色列也掌握了對黎巴嫩真主黨這方面的攻擊，攻勢作戰地面上，以色列因為以色列這個地面戰很厲害直接出境往北邊一壓過去就把黎南占了，是這個樣。我認為這是第一個因素。第二個因素我認為是個人因素，就納坦雅胡的問題，他要繼續玩下去，為什麼？戰爭繼續玩嘛，加沙走廊玩，黎南地區玩伊朗，這玩下去之後他的個人的弊案就不會接受調查，因為在戰爭國家處於戰爭狀態，根本沒辦法選舉，也沒辦法啟動司法調查，這樣子，納坦雅胡就可以在戰爭的保護傘下面，他繼續領導以色列繼續作戰。所以納坦雅胡個人的因素嘛，他要想到這些那一旦這個戰爭平息了，那開始他要接受司法調查，他面臨的是這種一連貫的司法的壓力，他去面對了。那就不一樣了，態勢轉換了，本來是自己主動權他現在是被調查了，那只有实话实我認為個人因素非常的大。第3個，我認為他這一次對伊朗動手，對黎巴嫩動手，他成功的，納坦雅胡成功的就是把川普美國拖下水了，好不容易拖下水等到下一次以色列發動對伊朗這個黎巴嫩南部地區黎南地區動火，美國會不會再支持對，美國會不會跟一起動未必這一次好不容易拖下水的，好好玩一把。因為美國還沒有抽身還在對伊朗這邊有動作。那我這時候為什麼不是這個勢如破竹，一路推下去，繼續玩下去，讓美國玩這一把還沒有玩完？所以這個川普想要停手，但是納坦雅胡不想停手，美國只好被牽了鼻子繼續玩下去。
對，現在以色列等於牽着美國的鼻子哦，而且還罵這個川普，他說看起來像一隻鴨子，就是很孬啦。那另外一方面，其實罵川普的還不只是以色列而已，現在川普面臨的壓力還有來自於天主教的教宗，這是來自於比較道德方面跟精神層次的一個指責。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這個天主教宗梁14次，我們知道嘛，他已經多次的公開批評川普，他說摧毀、威脅伊朗的文明令他無法接受。那其實呢，這位梁14世他在正式的當選教宗之前，也過去曾經批評過川普對移民是極度不尊重的，尤其是針對於這一次 F-15E 的這個飛行員不是被救了嗎？川普說這個叫做復活節奇蹟，但是教宗批他說這個叫做耶穌帶來的是和平而非戰爭啊，覺得川普只會自己滿足自己的私欲哦。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戰爭部的官員早在今年1月份哦，就已經針對這個天主教想要做一些整頓嗎？因為他在1月份召見了這些教廷驻華府的大使，對他們嚴厲訓話，而且跟他們說呢，你別管這麼多了，接下來我們擁有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的軍事力量，你梁14世最好站在美國這一方啊。那有一位官員也搬出了當時的一個歷史案例，這個是亞維農教廷14世紀法國國王扶植對立教宗來對抗羅馬的故事。川普更狠了，你看畫面上這張照片是 AI 生成的，他特別說呢，發布了這一張扮成教宗的 AI 圖片，好像就是說他要另立教宗嗎？這畫面一出，當然了，這個被批是这個對於這個教宗大不敬等等有各種的批評，韻老師怎麼看？我自己是魯文天主教大學畢業的，我的博士在裡面。我們學校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學。我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這個字念 Avignon Papacy 啊，意思就是在歷史中稱之為大分裂。意思呢，那時候冒出來3個教宗。啊，那其中的話呢，在阿維紐的話是現在的法國，我去過這個地方，是法國國王的話呢，要想不聽教宗的話，自己自立一個教宗，意思就是跟羅馬分庭抗禮了。那這個情況，我覺得川普這個人的話呢，他被以色列講無能啊，是應該的。就以色列的觀點來講，你的無能，被我騙就是無能了啊。現在不想跟我打也是無能了。然後另外的話，川普是很無恥的了，他提到錢的事情就很無恥，他到現在。大家都會覺得說和談無望的時候，他還想跟伊朗說，我們開個公司來分這個荷姆茲海峽裡面的過路費啊，他這樣子。然後另外他很無知了，他很無知。我們通常來講的話呢，你對於這個文明與宗教要維持一定的尊重的態度了啊。那麼首先講文明的話呢，事前的話呢，這3天前他還講說要把整個伊朗的文明完全消滅掉。那當時的話，在美國引發了軒然大波啊！一個250年的小國家，然後一個這麼無知的，大家聽川普的講話，川普很適合當小學英文老師，你知道，他講的英文非常簡單的啊，都是 it's great, it's great, tremendous 什麼都是這種話，對不對？但是他非常無知的情況下，導致出這樣的結果，他會說要摧毀文明。然後現在這個宗教上來講的話呢，他對於伊朗的什葉派的這個宗教，我們剛剛講過，完全沒有尊重的意願。那自己的話呢，每一次在教堂裡面，川普在教堂裡面的照片看了幾張，都是腳打開，手靠在腳上，很無聊的那個樣子，然後手上就拿了幾個美金，等到抖那錢的時候就丟進去啊，其他的完全沒有任何禱告的感覺。那現在的話呢，對於教宗之間，這個梁14世他是美國人吶，他是芝加哥生、芝加哥長的美國人吶。真的，他自己人啊！你看他當選的時候，美國人很高興啊，因為美國人本身來講，有很多的愛爾蘭人跟這個波蘭人，他們都是天主教徒嘛。大家不要低估這個世界上有10幾億的天主教徒啊！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侮辱教宗呢？這個對於他們來講，就你把他們內衣幹掉的話呢，可能天主教徒沒什麼感覺。但是你搞這張照片出來，要讓大家又想起來，你等於是侮辱他們的宗教信仰。像我們的宗教信仰的話呢，就是孔子啊，或者大家有人信關公，你一般來講的話，你很少人把這個孔子扮演的什麼，或者在台灣信媽祖，你不能夠就搞一個很混蛋的人在那邊扮演媽祖什麼，或者扮演孔子，這是一種侮辱嘛。宗教是絕對不能侮辱的。我跟大家強調，你到了西安的回民巷裡頭去的時候，你絕對不能講說點菜，我要來一盤那個爆豬肝吃，那得了，你會挨揍啊，對不對？那人家那個店裡面講清楚，你要有知識，要了解人家可忍不可忍的情況。那川普現在的話，他接觸到人類文明的底線，你說他會得好死嗎？對，好，這個是來自於這個包括了這個天主教啊，整個教宗對於川普表達他的不滿。那其實呢，不只是來自於天主教啊，以色列對於美國的批評。現在其實波灣國家原本是跟美國比較友好的波灣，也在批評美國說，現在呢還要這個荷姆茲海峽被
伊朗給剝一層皮，還要收所謂的過路費，以前是不用收的耶。李將軍怎麼看？當然這場仗哈，這個越打越回去了哈。這個川普很明顯的投機不成失8米，他本來想要控制住伊朗，結果沒想到這場仗打下以後，反而讓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完全落入伊朗的手中哈。那這後果會有多嚴重？因為這邊原來是屬於國際海域，大家都可以通行的。那如果說伊朗這次哈，他開了這個先例之後，那試問一下，以後土耳其可不可以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哈？啊，包括到這個西班牙，它可不可以控制這個直布羅陀海峽哈？那新加坡可不可以控制馬六甲海峽？大家都有樣學樣，大家都收錢。那對全世界來講事實上會造成國際秩序，由於是金融、能源秩序的一場大混亂。那確實沒錯，現在荷姆茲海峽牢牢掌握在這個伊朗的手上哈。他怎麼用什麼方式呢？他第一個哈，靠近我們知道這個所謂荷姆茲海峽大概南北兩端，北邊這邊是靠近伊朗，南邊這邊是靠近阿曼。那伊朗現在在靠近阿曼這邊哈布置了水雷，所以逼着所有船只都必須要從北邊來通行。那伊朗來講，從這邊哈，它開闢了2條航道啊，一條是北陸航道，是你要進入這個波斯灣的話，你要從北邊這邊走。那南邊那邊是出來，它給你區分好南北，從這邊分別走。可是不管是南或者是北，這個航路哦，都是很靠近這個伊朗的本土。也就是說，伊朗自己本身可以隨時要对你這個油輪，如果檢查沒有通過的話哈，這個不符合它的規定，或者是說你想說暗闖，他在路上就可以對你發動攻擊。好，再回到環球大亂線節目現場，美國總統川普呢，他前段時間說啊，伊朗為了求和，給他送上了一份大禮，包含了石油、包含了天然氣跟荷姆茲海峽通行的超級禮包。但事後我們得知呢，他所謂的禮包就是放行了幾艘油輪、貨輪通過，表態呢，我們荷姆茲海峽並不是完全封鎖的，所以世界的這個貿易呢，在戰爭期間還是有一條可行之路。但是川普還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了，因為要知道這些船不是你美國籍的船，而都是跟伊朗友好的人的船。我們來看看有誰，5個國家現在就被點名了，包含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伊拉克、巴基斯坦，你們是友伊的這個勢力，所以呢，你們的船只要乖乖繳通行費的話，還是可以做生意，還是可以通過的，並且根據英國的勞氏船籍社他們的消息指出，中國籍的貨輪呢，成為了伊朗允許航行荷姆茲海峽，而且是首艘借由支付通行費安全通過船只，等於是中國的船開了一個先例。只要跟伊朗關係不錯，願意拿出一點錢，這條路你是可以走的，好不好？這就是有一個象徵性了。那我們來持續看到，現在伊朗利用這個海權來當作籌碼，給各國一個選擇：你是要在你們的國家的能源安全，還是來挺美以？這兩邊你要選邊站哦，然後等於是這個削弱美國安全承諾的同時，又給了不管是中立國也好，還是親伊朗的這些勢力也好，告訴大家你其實有一個新的選擇來獲得一些競爭優勢。好，我們說這個是因為這場戰爭而短期出現的一個被迫下的情況，大家必須要這樣做，還是說這場戰爭之後，整個全球的國際格局可以因為海運的規則而改變？張教授來。我認為這是伊朗在這一次伊朗戰爭當中發現到它的地緣戰略的利益之所在，就是荷姆斯海峽。現在可以把這個荷姆斯海峽變成它的戰略籌碼，一個要友誼、友善，或者是有對伊朗是友善的，它可以開放通過。第二個，對於伊朗是有距離的，親疏遠近啊，那就按照。他可以坐地收取過路費，對，就是這兩個。他發現突然可以了嘞，因為什麼？因為全世界都要能源，沒有一個國家不要能源，能源越來越重要。因為 AI，因為半導體，因為大家那個大量的都已經大量的這個我們講新能源車等等，對能源的依賴會越來越高。那很簡單，那我就突然因為這一次伊朗戰爭，才知道原來荷姆斯海峽有那麼好的這一個戰略角色。他就把它變成地緣戰略，轉換成戰略籌碼，這就是伊朗的轉換。那因為這個很簡單，第一個要站隊，你這個站隊如果站隊伊朗，不站隊伊朗這一邊，你是站隊以色列或者美國這一邊，那對不起，那你不要過去。你要過去要有風險，因為到現在為止，美國還沒有講要戰略護航，那就有風險。要不然你要拿非常高額的價格，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開了
這個船舶識別系統你就悄悄通過去吧，它可以這個樣。那換句話說，它這個可以解決戰隊的問題。所以有人就會說，可能跟美國、以色列保持一點適度的距離，可能比較好。跟伊朗靠近一些，可能可以在船舶通過這一方面得到某些好處。是，那這個伊朗知道，那伊朗也不聲張。那另外一個呢，這個航權的利益戰略利益就變成航權的利益了。那走到航權利益我判斷戰爭總有結束了一天，但是航權的利益伊朗會繼續燒收，那這就不一樣了。變成一個會生金蛋的母雞，真的，以前沒有啊，現在有了，可以生金蛋的母雞。就地起價。对，因為什麼？因為這是它的，我們知道這個最窄的這個水域也只有32公里、23公里，非常的近，那都是伊朗所控制的。那這個選擇性的放行，這是伊朗的戰略權益。這種戰略，我可以選擇性，可以要你通過，也可以不要你通過，你就原地待命，要不然有這個風險。這個就是我講，它這個選擇性的這個權利就在伊朗上面。那美國呢？美國因為付防風險太大，美國是外來者，他遠道而來。當然，他在中東地區有駐軍，但是問題是荷姆斯海峽這一個區塊還是在伊朗手上啊。是，除非你要去把它奪起来，或者是把它拿下來，然後永久占據啊。但是我認為風險太高，所以將來荷姆斯海峽變成伊朗認證海峽。認證才可以，我要可以開放的你再通過，沒有開放的你不能自由通過，你自由通過就有風險，一定是有條件的開放，不會無條件的開放，因為這個地緣戰略利益已經變成伊朗的地緣戰略籌碼，戰略籌碼之後轉換成經濟利益，那這個換句話說，伊朗以後不是光是賣油，還賣航權呢。是，那我認為這是伊朗戰爭所發現的這個外溢的利益，這一次見效了，但是美國要不要付出這個代價呢？我認為美國長期要面臨兵險或者是這個護航的風險，我認為美國是一時的護航，不會願意長久的護航，因為這個會造成它的軍費過高、風險過大，甚至有時候會造成傷亡。所以我認為美國會採取的是保守的策略，不會長期跟伊朗硬幹。好，除了剛才我們提到這5國友誼勢力現在被放行通過之外，其實還有更多國籍的船也都有零星通過，或者是被醞釀未來可能通過的一個權限當中其實大家想的不太一樣，還不乏親美的勢力有誰？泰國、日本、西班牙等國家，尤其是西班牙這次就被伊朗點名了，因為西班牙尊重國際法，所以呢願意接受馬德里提出關於海峽的任何請求啊。那其實就是在獎賞3月初的時候呢，西班牙是公開拒絕了讓出他們的軍事基地給美軍使用，表達我們西班牙不要當這一場戰爭的幫兇。結果就換得了德黑蘭覺得你不錯，好人卡給你1張。而這一次呢，伊朗首次對西班牙這個歐盟國家開出的算是一個友好的綠燈了。我們看到這場戰爭，全球幾大勢力或者集團紛紛表態，但是北約跟歐盟一直來說都蠻克制的，刻意保持一個謹慎的態度，保持距離，就怕被捲進去。那麼現在有了這個西班牙模式之後，會不會有更多人開始跟伊朗來保持一個比較好的狀況？葉老師，對，我這個針對於這個問題的話呢，分成3部分來講。首先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講到歐盟，再講到北約，然後再接下來的講的話呢，未來會不會針對某些國家做開放？那針對歐盟的情況下，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歐盟是一個集體的，就算是一個邦聯的合起來的國家，但是各自的國家有它各自的立場。对啊，比如說这個立陶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自己要單幹，那大陸就專門收拾他。那麼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麼西班牙這次情況比較特別，西班牙的話呢，就是明擺的就是說明了軍事基地不給美國用。然後呢，其實我覺得說這跟那個委內瑞拉的問題是有關係的了，畢竟他們都是原來的西班牙語的國家嘛。然後另外，西班牙覺得說他們自己的首相也好，前首相也好，桑切斯也講，直接講說美國這是一場不正義的，是個非法的戰爭嘛。那北約的情況的話呢，北約要行動的時候的唯一的理由是，當北約的國家有一國，北約33個國家有一國被欺負、被侵略的時候，其他國家就聯合起來以被侵略的這種名義。但是美國現在有被侵略嗎？啊，
所以我這突然回答你問題，想起來，范斯現在講說美國有沒有侵略？為什麼呢？因為說是那個伊朗啊，但是搞出一種帶着核子彈的這種自殺炸背心，这一下炸起来了不得了，所以就講說啊，美國有這種面對威脅的危險，因為美國現在沒有盟邦加入，它確實是非常困難，因為沒有盟邦加入的話，就說明它沒有經過國會同意，是一個非法的戰爭。那伊朗在未來的時候，這張好人卡的發放的過程的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廣告，所以不但有我們張將軍講的說，從此以後啊，有一種外溢的這種權限，保留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這種通過的權限以外的話，他可以借這個機會來拉攏啊，對不對？西班牙是一個很好的模式啊，你只要敢反對，但是倒過來想那不得了啊，你要是稍微你把你的軍事基地借給美國，你完蛋，你也不用過了。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講的話，所以說情勢來講，對於這個伊朗呢，目前為止的話呢，他想通了。他想通了的話，就是西班牙給好人卡一張，非常具有廣告效益。了解。好，這個我們看到西班牙的好人卡呢，或許可以讓現在緊張的海運僵局可以看到慢慢在舒緩的一個跡象。但是在整個風險尚未退去之前呢，替代方案大家認為還是必須的。如果海運都走不了這條路的話，還有什麼辦法？空運那麼貴，那就是走陸運哦。然後我們就發現了，大家才驚覺，在2025年5月全線貫通的這一條中伊鐵路啊，沒有想到現在成為了伊朗的開掛神器哦。好，這條路是從中國出發，沿途穿越了中亞多國，然後最後在德黑蘭附近的阿普林路港抵達。長達5500公里的鐵路，是當年北京“一帶一路”一個重要的旗艦項目。沒想到隔年的通車呢，馬上成為了戰爭地緣政治下一個非常好的避險工具哦，因為降低了對海運的依賴，並且這個維持了，如果油要走這條路，中國還是可以買到伊朗的石油，沒有問題，突破了地緣政治限制的一個生命線。而且萬一有需要的話，也可以借由這條陸路來幫伊朗輸送這個急救的血液。但是聰明如美伊，他們會不知道嗎？他們肯定知道啊，有這條路線在的話，就掐不死伊朗嘛。但是為什麼又有強制空權、海權的美伊呢？對這條陸路不敢去插手，對這條地面的交通感覺是視若無睹。好，中伊鐵路我們除了知道背後是中國大陸的一個因素，它的背景還有這個戰略威懾力之外，究竟這條鐵路還有什麼保命符？大家明明知道它是有發揮作用的，但是不敢去碰。我們有一句話哈，要致富先造陸哈，所以陸是很重要的。那陸有什麼陸呢？簡單說，分為水運跟陸運兩種方式。水運又分為海運跟河道運輸，那陸上運輸又分為鐵路、公路啊，甚至現在加一個這種空中的運輸。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哈，誰能夠掌握到這個，就能夠掌握到未來的財富，那叫網路哈。這不要忽略，網路現在確實是如此。沒錯沒錯。你要是有網，誰能夠掌握到網路，誰就能夠這個致富哈。那西方以前的話，他們依據這個想法概念哈，他發展出2套的戰略理論，一個叫陸權論，是這個麥金德提出的；一個叫馬漢提出的海權論。馬漢的海權論，誰能夠控制整個海洋地區？你把歐亞非3個板塊看成一個大陸塊來講的話，誰能夠控制沿海地區，誰就能夠掌握到海運。掌握到海運的話，就能夠掌握到世界的財富。但是麥金德講的是說，誰能夠掌握到這個歐亞這個陸塊來講的話，這個那就可以掌握到陸運，它也可以掌握到財富。那你認為中國是要海運還是要陸運？我跟你講哈，海運有海運的缺點，海運有它優點，它優點就是運輸量大嘛。对，包括我們現在看到郵輪的運輸，還有它各種貨輪運輸，運輸量都非常大。可是哈，你就必須要沿海的港口。那現在好了，現在譬如說是重要的這個港口，這個譬如說是荷姆茲海峽給你一掐，這個曼德海峽給你一掐哈，甚至如果未來的這個馬六甲海峽萬一也出事，你的海運就斷掉了。海運有海運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陸運也是一樣，陸運不管是公路運輸、鐵路運輸或者是管線運輸，它的運量都比較小。可是運量沒有那麼大，可是它的相對的維護安全性就比較高。那中國要海運還是陸運？我跟你講只有小孩才做選擇，中國2個都要，所以又發展一個叫“一帶一路”。什麼叫做一帶呢？一帶叫做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是陸運啊。簡單講，絲綢就是簡的絲路嘛，就是現在講的從這個新疆出發，喀什出發，經過這個中吉烏，還有然後之後到伊朗，然後過里海以後，
到達這個歐洲去哈，這是陸上的運輸，就以前的絲綢之路。那海運來講的話，現在所以說一路就是海上絲綢之路，就是中國講的珍珠鏈哈，從這個經過馬六甲海峽，然後包括到這個巴基斯坦的這種港口哈，一直到這個吉布地哈，甚至於穿過直接穿過紅海到達歐洲去，這是海上運輸之路。中國是兩個都要，所以它在這兩個方面，它都做了相關的建設。那現在事實上顯示出來，當海運出現問題的時候，它現在就有陸運可以當做備用的方式。所以我覺得中國確實是你不得不佩服它它當初確實有眼大眼光，因為它處的地理位置，它一邊面海可以發展海權，對，它一方面又跟俄羅斯背靠背，可以發展陸權，而且這個我們以前知道左宗棠收復新疆，目的就在這個地方。除了中伊鐵路之外，我們看到中國繼續在發展的中吉烏鐵路，還有北邊的中歐班列，甚至於這個包括俄羅斯的這種西伯利亞大鐵路，這都是陸上的運輸，這跟歐亞之間有很大的關聯。所以我覺得中國事實上是有遠見的，所以那時候提出來所謂“一帶一路”，就是海運跟陸運的陸權、海權，它都要掌握得到。美伊戰爭可以說是邊打邊談了。那雙方的領袖呢，都釋出了很多的煙霧彈也好，轉移焦點也好，聲東擊西也好，就是各種的爾虞我詐。因為兵不厭詐，這是戰爭哦。我們就要帶你來看懂後面的真實脈絡。好，美國總統川普他的最後一擊行動很快就要到來了嗎？因為現在傳出美軍擬定了4套方案，我們依序帶大家來看。但這4套方案呢，都是要在關鍵的荷姆茲海峽附近來做出一些軍事部署。首先，第一個，派兵攻下哈格島。昨天我們也是大談了這個各種哈格島的可能性因為它是伊朗石油出口一個最重要的島嶼，可以說是掌握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命脈了。所以第一個是哈格島。好，第二個呢，也是要打島嶼，但是不是哈格島，而是這個上面有戰略碉堡據點的拉拉克島，在這個位置哦。第三個是要攻下阿布穆薩島以及旁邊的2個島嶼，就是這個大小通布跟阿布穆薩，在這個位置，它同樣也是在荷姆茲海峽一個經過的要道，所以你只要控制住這些島呢，只要是船只在這邊，你都可以做火力支援去控制它。然後以及第4個就是比較難度比較高的就是荷姆茲海峽東側攔截或者是扣押船運的這個運輸，但是荷姆茲海峽東側就是伊朗的土地嘛，那這些高山重峻裡面非常多。這個革命衛隊都埋伏在這裡面，真的是很難查。好，4套方案現在美軍定調出來了，但是有沒有發現都離不開一個奪島的想法？究竟這個奪島有多重要呢？它的可行性有多高？而且美軍就算你拿得下，你守不守得住也是一個問題。首先，我們就要先請酈將軍從軍事角度幫觀眾朋友分析，為什麼4套方案都跟島有關？首先這個4大方案在我們軍事上面叫做作戰判斷你要從各個行動方案裡面找出最佳行動方案，這是一個思維邏輯的問題。首先，第一個要思考的是你的任務，先要做任務分析那現在美軍的任務是什麼？我舉3個任務，你認為是哪一種可能？第一個是殲滅伊朗的有生戰力，第2個是讓伊朗的油沒有辦法繼續賣出去，第3個是開放荷姆茲海峽。那這3個任務裡面，你認為如果說以美軍現在它優先是哪一個任務？多重任務與多重目標的選擇，你要先確定你的主要任務是什麼。這很明顯的主要任務是荷姆茲海峽要開放，所以基於這個任務來講的話，我認為哈克島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因為哈克島主要是奪取伊朗的油源嘛。那第4個方案是這個扣押伊朗運輸油，也是扣押伊朗運輸油，你並不是你主要開放所謂荷姆茲海峽，那你要開放荷姆茲海峽的話，我認為你就必須要控制這個地方，也就是要用兵力奪取拉拉克島跟這個阿布薩姆島這2個島。那接着下來，我們再研判第2個你要研判的是什麼？你行動方案你要搞清楚敵人會採取什麼行動，你不要光自己一股腦的光有自己的想法，你不去想敵人會幹什麼，那敵人會怎麼樣封鎖？伊朗會用什麼方式來封鎖荷姆茲海峽？第一個，我認為它很明顯的就是用布雷的方式。布雷。第2個來講，它可能用的就是水面上的快艇來對你實施油輪實施攻擊。第3個就是它的無人機的攻擊。第4個是導彈。大概我認為，如果說它要封鎖國外這幾種手段，那如果說針對敵人可能採取的這種4種手段，我們來看看究竟是荷姆茲島還是阿布薩爾島可以有效的阻止這個伊朗的軍隊做這行動。我個人的分析是這個北邊這個
拉拉克島哈，主要是這個拉拉克島。拉拉克島為什麼我選擇這個島是優先的？哈，第一個就是它控領這個島之後，大家看到這邊有一個荷姆茲島的話，它可以完全火力涵蓋到荷姆茲島，哈，這是第一個。如果這邊有基地，它在這個地方部署了阿帕奇直升機，在這個直升機來講的話，可以對布雷的船只實施這個火力的攻擊，也可以掩護它的掃雷艇來實施掃雷。那當然也可以阻止它的這個快艇對油輪實施攻擊。當然最後來講的話，它在這個地方如果說部署了攔截的導彈，對，或者攔截的無人機，現在有一種無人機是可以攔截無人機的無人機哈，在這個地方可以有效攔截這邊起飛的無人機對遊艇做攻擊。當然你說阿布薩姆島也有可以，可是阿布薩姆島距離這個海峽就比較遠，它攔截效果當然就沒有這麼好。這是依據敵人可能行動，我選這個。那來就這個我們戰力保存來講的話，我覺得為什麼要選這個島呢？因為這個島來講，你看跟這個阿聯酋的這個尖角這個位置可以互相是最近的，互相來講可以相互支援，是它可以掩護到這個島啊。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它在這個地方它艦隊包括它的2棲攻擊艦隊，可以不用通過荷姆茲海峽，可以確保自己安全。所以它如果說在這邊我們講的迪利波利號或者是全知號，如果停留在這個地方利用這個阿聯酋突出來這個地方當做一個基地，還有這個島，這樣形成一個三角互相依靠的態勢，相互可以掩護，相互可以支援，就近可以打擊到伊朗的戰機哈。所以我認為，如果說按照這4個方案來講的話，我認為要達成任務，就一定要控制這個地方，才可以有效的掩護油輪開放荷姆茲海峽。了解。那你當然奪取這個我們講的這個科斯姆島來講的話科斯姆島不是奪取這個哈克島在這邊，如果奪取哈克島的話，距離太遠了，480公里，而且昨天我們也分析過了嘛，在這個地方風險太大，主要是但你把它油打掉，你達不到開放海峡，你要威脅它。用它來當做交易的籌碼。如果伊朗不服你的話，你也達不了手。你封鎖這邊，對不对？如果伊朗說我油就不出去了，我也不運油出去，那你敢不敢去這個對其他國家可以？他讓你通過了，包括中國的油輪啊，包括到你友邦的國家，你美國也不敢把它攔下來，就反而造成自己對於盟邦國家的不友善。所以我認為純粹就軍事角度來看的話，我認為奪取的這個。拉拉克是可行性最高，而且是最容易達成任務的一個行動方案，所以我選擇這個島。了解，好，謝謝酈將軍的分析。確實，我們剛剛看這個地圖的相對位置，拉拉克島可以形成一個有效的支點來控制荷姆茲海峽。不過未來美軍跟五角大廈那些高層怎麼想，我們還有待靜觀其變。但是上述這些奪島作戰呢，都離不開人啊，人要去打仗，所以要龐大的地面部隊。所以美軍的中央司令部已經證實美軍當前他們在中東地區已經集結了5萬人嘍，陸海空的戰力包括了林肯號的航母打擊群、F-35、F-18、F-15各式的戰機，還有正在抵達要會師的82空降師跟第31海軍陸戰隊的遠征隊那伊朗，大家這陣子看它，雖然都是用一些低成本，但是可以不斷消耗你的武器來講，但是可別忘了，伊朗的這個武力排行在全球他們也有排名第16的總兵力。包括了正規的國防軍，包括他們忠誠的革命衛隊，還有這種飛彈、無人機各種來嚴陣以待。所以現在美伊雙方都在凝結手上的籌碼跟兵力籌碼，就在等待一波 all in 的機會。如果真的發生了 all in 的機會，張教授，你覺得這個情勢會怎麼發展？我認為美國這個兵力規模還是不夠，因為伊朗夠大。你看伊朗164萬多平方公里那麼大。美國現在如果是剛才所說到的第31遠征軍，就是海軍陸戰隊，也包括82空降師，夠嗎？你這樣子，你的戰略目標是什麼？你人就那麼多，籌碼就那麼大，你就只能奪島，或者是想要控領荷姆茲海峽，我都認為有點吃力，有點吃力了。對你這個兵力規模，你要非常大的兵力規模，可能是5萬、10萬。我們不要講到越戰50萬，對不對？越南才30萬平方公里啊，這個是164萬平方公里，你怎麼讓這個伊朗來屈服？兵力規模，我認為要地面戰，你兵力規模不大，那你會不會容易？你要讓敵人屈服，我認為沒有辦法。而且它規模不大算了，它還分散。你剛剛講的這5萬個，那它分散在各個地方啊，巴林、科威特、伊拉克也有，還有阿聯酋，還有沙烏地阿拉伯，還有約旦。
還有安曼也有啊，都整個是散開的分散，它沒有形成集中。你地面要集中啊，不然你分散，你怎麼樣去投入？我認為兵力不足是最大的問題。第二個，我認為後勤規模，你後勤打後勤，你火力夠不夠？伊朗的他這種國防軍革命衛隊，它也是有戰力的。伊朗雖然現在海優跟空優被美國摧毀了，對，但是地面戰目前還算是完整。那你這個後勤不夠，那你火力就不足。你火力不足，面對伊朗的國防軍革命衛隊，你能夠達到多少的戰略效果？我說就是相當有限。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當初的他的戰略情報判斷錯誤，打4天，你沒想到打了4個禮拜。对，換句話說，這個戰略情報的估算錯誤過於樂觀，我認為是美軍的致命傷。那第三個，我認為作戰期程太長了，當初沒有一擊奏效，一鼓作氣嘛，再而衰啊。那你讓伊朗有所警覺，地面部隊有所調動，有所調整，要進入地下化。是你這樣的話，伊朗的戰損就會相對的減低。那它的戰力保存就會慢慢逐步的落實。那美軍還能夠達到多少？所以我認為美軍它的戰略情報判斷跟分析的這種過度樂觀，我認為是它的致命傷，而沒有一舉奏效。我們現在整個看下來哈，美國現在是急着談判，美國急着談判，表示說美軍在這一方面已經有一點點招架不足。美軍如果夠順風順水來玩吧，我已經 all in， 大家來，那不怕了。他現在也感覺到有點結束，因為他面對2個大的壓力。第一個，聯合國安理會並沒有授權美國出兵，沒錯，你壓力大不大？這是你自己單獨性，單方面做，正規性。对，第二個，他並沒有得過美國的參眾兩院的授權，說通過了可以用，沒有他有時間壓力，要在60天內結束用兵呢，不然你在參眾兩院會怎麼來看？會對他做制約，對川普做約束，所以他時間壓力會越來越急迫。那這樣的話對美國用兵不好，他有時間的壓力，有兵力規模這一方面綜合因素看起來的話，我認為他逐次投入不妙，總共加起來地面部隊只有8000人，他面對的是伊朗大軍，他只有8000人，他的以小博大，我認為他玩太大，風險太高，他奪小島奪島嶼都是易攻難守，你攻得下來沒有問題啊。我認為美國摧枯拉朽，輕而易舉就把這幾個小島拿下來了。對，你要不守？現在伊朗天天拿無人機給你攻擊，自殺無人機就跟你上去，你怎麼辦？你掩體夠不夠？你是不是要進入這樣子就變成了容易由消耗戰進入膠着戰？你進入膠着，對美國那就要時間延宕哦，時間延宕對美國來講是不利的哦。所以我認為他去奪島，你的戰略目的是什麼？有沒有達到真正的戰略的價值跟效果？我認為都存疑耶。他有沒有做個妥善的評估？我認為他目前沒有啊，就感覺到故弄玄虛、故弄紳士。我認為那你就是幾個島，還有荷姆斯海峽。但是問題是，你把這個島奪下來，荷姆斯海峽並沒有辦法開通。我拿無人機出來，對海峽上的目標做，尤其是遊輪，任何全世界所有遊輪並沒有做近迫防禦系統，我對它做攻擊。然後只要是不跟美國不跟以色列站隊的都可以通過，只要美國以色列的就不行，我就無人機就過來，那你要怎麼辦？所以美國到現在為止還不敢派軍艦護航，沒錯，因為風險太大。為什麼？因為伊朗到現在為止還有地對艦的反艦巡弋飛彈，它還沒有用呢。這個不用裝載，它現在已經沒有存在艦隊，但是它有以陸制海的反艦飛彈還在啊，所以美國不敢派軍艦護航，風險太高。那還有水雷還沒有使用呢，所以等等來看的話，還包括水下無人機了，還有很多牌了。对，伊朗還有牌可以用，所以我認為美國逐次投入並沒有達成戰略效果，是它目前陷入了膠着戰的關鍵因素。是，好，就像我們莊教授講的，確實美軍一開始的戰略設的有一點太樂觀了，認為拔掉這個前最高領袖哈米尼之後，或許神權政府就會垮台，結果沒想到引來的是更多進入到消耗戰的一個模式。我們開場就有提到兵不厭詐，這是戰爭非常知名的電影《投名狀》裡面的一句名台詞。這些大人物，你不要看他在說什麼，你要看他到底做了什麼。尤其呢，这個1天之內想法就可以變卦好幾次的美國總統川普，他現在說什麼話，大家都要打折扣，因為已經是一個放羊的總統了。好，他一方面說要在談判桌上來終結戰爭，一方面我們看到兵力又持續在加派、在部署、在磨刀霍霍。袁老師，你很懂川普的心思，你認為他現在心中在想什麼？我跟你講啊，這個剛剛你講到這種矛盾啊，剛好是川普心中的矛盾的感覺
啊，他確實是這個人啊，又笨又壞啊。他的很壞的原因的話呢，就是跟着。其實剛剛兩位將軍所談的事情，都是認為美軍在對伊朗，都忽略掉重要的因素是以色列啊。人家以色列是腦袋非常清楚的啊，以色列的納坦尼亞胡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騙着川普跟着他一起下去。那一旦下去以後呢，接下來的事情都好辦了。所以你會講到說，美軍急着談判，又另外加屬的部隊的話呢，確實是，如果說美軍放出來要談判的消息，以色列沒有動作，那就知道這個談判是假的。是，如果說美軍的話呢，這個弄了部隊的話呢，如果說他們想要談判是真的話呢，以色列就加大攻勢，讓這個事情就沒有辦法挽回。這幾天的情況就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說到目前為止的話呢，我必須強調。川普胡里巴嘟的，就是聽到以色列跟他那個忽悠以後，說哎把那個哈梅尼耶幹掉以後，你說不定可以擁有伊朗的石油，他一高興就跟着幹下去了。結果以色列是把哈梅尼耶幹掉，那個美國一下子把人家一個小學幹掉170個小女孩，怎麼賠？170條小女孩的命啊，對不對？所以說現在的話呢，美國派了大軍，美國不但派大軍嘛，美國透過他的戰爭部部長跟美國的國會要2000億美金，你算一下，2000億美金準備打2年了，知道嗎？啊，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現在所面對的困擾的的確確就是說，美國有3方面的大困擾，一個就是它的國內的困擾啊，大家都知道，等一下我們會談到。都反戰了，開玩笑，你這個戰爭你要講士氣，要有正義的，還要有低成本，那麼都沒有。然後另外的話呢，在整個國際上，所有的盟邦都不支持，啊，原來國內。然後第3個的話呢，就是以色列剛好跟他已經把你拉進來以後，以色列的做法，我請大家要注意一個數字啊。現在伊朗內部的士氣很高，以色列內部也有80%的人士氣很高啊。大以色列要實現了，把美國拉下來。以色列立國從1948年到今天就在等今天，所以說美國現在搞的情況下就非常困難。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我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目前的話，那個川普啊，他是結束不了，但是呢，一結束又失面子。那伊朗提出來條件只有第3點，你給我賠償，我們就知道，你只要認輸你就賠償。川普怎麼可能認輸？所以美國現在拖下來，我記得這個美國會進入一個新的越戰期間，我都不排除它會逐步的擴大。是。